两兄，敬你一杯。都说新上任的朱道转运副使铁面严明，齐兄还是少喝2杯吧。若明日上职带着酒气，怕是要被长官责问啊。我这等差事啊，本来挺清闲，这刘畅一来，手段雷霆，规矩严苛，一点情面都不讲，忙得我们呀是脚都不沾地喽。他刘畅不过仗着自己是宁王的快婿，还是个入赘的。 迂腐文人一个，能有何作为啊？他心气儿可高的呢，又是修缮码头，又是收编船队。我看呐，他要是不烧几把火给宁王看看，不会罢休。子叔兄这般能干，是一心想晋升呢，还是升官谁不想啊？不过有好处也是要捞的，否则县主金尊玉贵，就靠刘畅那点风。 哪里养得起？嘴上抱怨着，但还是兢兢业业的跟着子叔干。齐兄今日带的这块玉佩，怕是抵上1年的俸禄了吧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这等发财的好事啊，齐兄何不明日来我府上，同我好好说道说道？有幸之至。 我看蒋军腰间这玉更好看呢。宝玉配美人，最为相宜。谢蒋军。哎，等一下，蒋军，你可答应过要送我一只镯子，你可不能偏心啊。夜深了，光喝酒有何趣啊？不如吹熄几盏烛火。长夜漫漫急什么？这酒啊，还没喝尽兴呢。哎，就算是逢场作戏，也不必这般左拥右抱的吧？这连州信以为真，定是没有见到景长用这般的样子。唉，我就说嘛，我都差点被连州给绕进去了。蒋随之，都深夜了还不归家？你若是想喝酒的话，妾身陪您还不够吗？你生意忙，今日既然有空亲自接我回府，那我自然是要与牡丹同饮了。说好的生意，齐兄多多留心。家有爱妾，便不久陪了。哎，随之兄，你这……近日花满柱啊出了新的香囊，送给诸君试戴一下。这欢迎楼的胭脂味儿啊，实在是太浓了。诸位有了这些香囊，归家时也可以免了些夫人跟爱妾的考验，是吧？告辞。怎么回事？说好虚实1刻来救我，3刻再到。你再晚些，屋里的蜡烛都要灭了。我还不是被连州吓的。哎，咱们演的太好了，这连州真的以为你对我情有独钟，跟我说了一堆奇怪的话。真应该让他看看你今日左拥右抱、风流多情的样子。这糊涂之人说的话，只可当笑话听听。你没当真吧？自然没当真了。这连州只看到你对我的好，他却不知道你对我好，那是因为咱们有着过命的交情。不过也难怪，在外人眼里肯定都不明白，你一个高官为何如此善待一个小商户。
这些年，我见惯了官场的尔虞我诈，男女间的虚与委蛇。像你这般赤诚旷达之人，倒是难得，自然值得倾心相交。你喝醉了？怎么突然夸上我了？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。你是这样的人，便经得起他人对你的好。况且，你对我也很好。你说过，知己难求，不必总是将感谢之言挂在嘴上，倒显得身份稳。蒋军诚心相交，我必不会辜负你这句知己。从此以后，在我心中，除了大福、小春以外，你蒋长阳就是我最重要的人。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说。讲小话，都知己了，我在你心中只能排第3。那自然还是姐妹重要些。来，哪支药方领药？好了，多谢。主顾送的谢礼都退还了吗？上次来看诊的罗氏特绣了瓷帕以表感谢，我看这也不是贵重之物，又绣了店主的名讳，不便退回，就做主留下来了。他演技方好，不该做此等费神之事。下次来领药时，我定要好好训他。去请下一位吧。是。父亲，六郎，你要记着啊，春未满，何以生？是为禽。我以往也是这么教你姐姐的。对。六郎，你这个笔又拿错了。你看啊，笔一定要这样拿，写出的字呢才能出风。看到没？来，再试试。对对，这两个合起来，这个往后。好，你现在试一下，这种感觉找一下。不错。对，再往下。牡丹，哟，这个时辰你怎么来了？你助淑妃调养数月，她身子好了许多。回宫前啊，让我将这幅画交你，说是谢谢你这段时日的陪伴。那些药香跟用物又不是没付钱给我，这淑妃怎么这般客气？你常与淑妃策马，这马球技术也越发好了吧？那是自然。日后敢不敢跟我比试一番？口气这般的，那敢不敢押上赌金啊？你从我这儿收的利钱还不够多啊？你还想讹我一笔是不是？想都不要想。淑妃都将养了多年的踏雪送你，有良驹相伴，还怕输啊？淑妃从来没有因为品阶高低而轻视于我，她待我这般好。如今她回宫了，不比在别宫自在。你能不能多劝劝圣人？哪怕不能常去看她，至少让她多见见孩子。放心，淑妃离宫日久，圣人亦是十分思念，定会好好待她的。姐姐，我又写了一个字，你看看对吗？我从来没有教过你这个字，你怎么会的？日日看着方圆匾额，
我于心中反复描摹，自然就会了。六郎这孩子聪慧。既然如此，我再教你一个字，方圆的圆。来。 要写外面的，你试试。六郎悟性好，不过呢，你姐姐生意忙，也不能日日教你写字，不然我帮你寻个私塾如何？六郎不要别的老师，六郎要姐姐教我就够了。六郎只喜欢烹饪之术，不是读书的料，难有大成。 六郎，并非读书为官才算成才。你若是喜欢做菜，我可以为你请一个酒楼师傅，你跟着学几年，日后自己开酒楼当店主。听说富贵楼的薛师傅今年正好打算收徒，真的？那太好了！你跟他可相熟啊？能否引荐一下？我可以带着六郎亲自去拜访他。没问题啊。姐姐。 我听说花鸟使平日里喜欢给幻云楼的美人们作画，你能不能也让花鸟使给你我做一幅？请我作画，六郎不是应该来邀我的衣袖吗？六郎身份低微，哪里配合花鸟使多言？唯有请姐姐出面。六郎，人贵在自重。 无论你想要什么，都不可说自轻之言，明白吗？六郎受教了。今日得闲，心情上佳，我便来画上一幅。此画名为《秦六郎赏长姐夫妇恩爱图》。那六郎在哪儿呢？ 这叫做留白，画中虽无他，而他自在画中人对面。此画挂在这甚好，以后往来宾客，皆是你我间谍情深，鸾凤和鸣。牡丹，小春出事了！啊！何店主救我满门，我本以为你是为了大义心存感激，我没想到你们跟小女早有结识，还教唆她行医开店。 若不是花行熟客发现告知于我，我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，春儿的名节差点就被你们给毁了。我们没有教唆，小春是真心喜欢治病救人。行头，小春行医颇有天赋，连太医署的副圣手都夸赞过他。若是您强行把她留在家中，逼她嫁人生子，恐怕她会痛苦一辈子。 嫁人才是女子正道。我一心为了她好，想让她找一个好的人家，而你们呢，纵她胡闹，将她往火坑里推。你们走吧，以后莫要再见我们家春儿。送客。是。长店行医都是我自己的主意，与旁人无关。家主，胡家送来的聘礼都被娘子给砸了，我们实在拦不住。 你之前温婉和顺，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？只因我本性就是如此。先前怕您伤心，故而才装作温柔得体的样子。父亲，我不愿盲婚哑嫁，我想继续行医。女子行医为人，不止妇德有亏，正经人家都会看你不起。难道你以后永远都不想嫁人了吗？所谓良婿，若只因为我是女医便轻视于我，便也不值得嫁。 你是非不分，口出狂言，就你这副样子，若你母亲看见了，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。那女儿敢问父亲一句：是母亲不够贤良吗？她的福气在哪里？只因您一句抛头露面，有辱家风，她一生被困于内宅，郁郁而终。那你是怪我？你可知她真正的喜爱是什么？你可知她的理想抱负又是什么？父亲葬送了母亲，现在又要来葬送女儿吗？
你爱花就可以此为业？难道只因小春是女子，便不能做自己喜爱的事吗？也太专制了吧！小春妙手仁心，花满洲上下无人轻视她，经她治愈的病人更是对她敬重爱戴。我们行事隐瞒了您，确实不对。可是小春行医并没有错。何店主，你离经叛道，你委身官宦为妾，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走你这条路啊！父亲，春儿，你现在长大了，你交了朋友，有了底气，便不需要这个家了吗？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是要留下来做我吕万荣的女儿，你还是要踏出这扇门去追你所谓的医道？真不能两全吗？不能。从此以后，吕家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。父亲曾说，蒲公英随风而散，与家宅不及。只因我喜欢，还是中了。可他却不知道，我视此物为药，种它是为了等花落之后采根泡水，治他的喉痛肺痈。可如今一语成谶，果然离散。你父亲他是因为太在乎你了，才会如此固执。小春，这几日你先到方圆去住，给你父亲一些时间，让他也好好的想一想。对，等吕航到气消了，咱们再回来。他舍不得不让你到。这六郎啊，没有见过百团齐发，我想带他去开开眼，不介意吧？自然不会。六郎不会骑马吧？要不要与川渝同乘一匹，沿途赏一赏长安的明媚春色？六郎待您一向恭敬，不知是何处得罪了您。怎么了？花鸟使不让我上此车，打发我去骑马，想是嫌我多病，怕过了病期。可我哪里骑得了那高头大马？若是不小心摔了，花鸟使就这般容不得六郎吗？斗嘴说笑怎样都行，可空口误人害你性命，不妥吧？你若想与我同车，直说便是，为何扯谎污蔑他人？这不是一个纯良君子应有的作为。六郎知错了。既然知错，还不向姐夫道歉？对不住，日后六郎不会再这般了。无妨。六郎今日还是不去码头了，姐姐和姐夫启程吧，别误了时辰。行了，既然答应了你，
怎能言而无信呢？我和川渝去牵马。上车吧。你姐姐一向如此，为人处事的道理要讲，也怕你真的受伤。你还是与我们同乘一车吧。不用谢，做姐夫的理应如此。这河道宽阔，码头更是非比寻常啊！哎，六郎，你看，那有投壶迎雾的摊子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我臂力不足，定投不中，还是算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川渝是卑微侍从，六郎是小夫人之弟，肯定不会愿意跟我们这种人一起玩。并非如此，那就是愿意了。走吧。六郎，去玩吧，把东西给我。走吧，走。好好玩啊！说你这个人，刚刚说你不算计，气量大，线下斗什么六郎啊？我只是看了川渝一眼，这川渝以彼之道，凡事必深。你这姓偏的，还怪上我了。六郎这个人性情敏感，行事呢有些偏颇。他的那些小伎俩，其实我全都知道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悉心教养，便可扭转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自然该包容一些。你说你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呀？好，好，好，你的好阿弟。日后啊，我多多忍耐，悉心教化，行了吧？你说这之前一商都是纯元出面，这如今来信跟我说是船头要见我，也不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，我带的这些礼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满意。看什么呢？兴荣昌盛啊！那我进去了。里面请。来了。传云副使这是何意啊？我夫君尚在岸边等候，若是见我迟迟不归，必定会大闹的。我知晓你的性子，若我有何意图，你跳河也是要遭的，哪儿还轮得到他呀？来都来了，不妨喝盏茶，谈好生意再走。
宁王到底要走私何物？巡城生船都容不下，要私造这么大的船。这冬日下雪，码头封堵。船家告诉我呀，这船上的规矩，每年雪融重新开航之时，这凿下的第一块河冰都会存下来监察，用以祝祷新的一年风平浪静，万事顺遂。我原是不信的，但想到今日要见你，便想讨个彩头。转运副使今日请我前来，到底所为何事？许久未见故人，先叙叙旧，再谈正事。我大婚之后，便下定了决心，要办好差事，做出了政绩，再以新的面目去见你。这些日子，我决淤泥拓河道，结船对广开航，尽收民心赞誉。也是因想到你，我便将这码头定为了官民两用，辟出集市，用于船员采买，商户致富，百姓便利。如今这繁荣之景，亦有你的功劳。恭喜你实现了往日愿景，不过这些政绩与我无关，反倒对你来说来之不易，还望转运副使能够珍惜。那便说说与你有关之事吧。若你在此运货，可免除一应杂税，并享优先出航之权。多谢美意，不过无功不受禄，还望转运副使待我与其他商贾一视同仁。你果然还是从前那个何为芳，但我也不再是过去的刘畅了。如今我对所求之志、所求之人，有的是耐心。明年的合并，我会同你一同造楼，煮茶共饮，不能结发为夫妻，但求长久相伴。寡人姬妾不守夫德，若是宁王听到你这番话，当作何感想？刘畅，我本来以为你应当有所醒悟，没有想到你不但一点长进都没有，竟还在痴心妄想。你我早已毫无关系，若是一意孤行，只会伤人害己。言尽于此，若无他事，烦请靠岸。牡丹，我们来日方长。靠岸。是。蒋军今日挺闲啊，又是陪玩，又是在这里等我，当真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？刘畅与你会面，我这做夫君的不得好好看着。你知道是他，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我？我只知道这个码头是他所建，谁想到他这个转运副使，竟假扮船头，私会他人娘子。别胡说啊！我可没有跟他私会，我跟他清清白白的，我本是来谈生意的。礼都没送，看来谈得不顺。哎。方才在市集上呀，偶遇此物。听闻这罗甸手串可以反照光泽，白日显富贵，两夜照佳人。往后啊，你夜间拾花弄草的，也便利些。这玩意儿不错，这岂不算是平民可用，又可以随身携带的夜明珠吗？这倒是个商机啊！小花店主脑袋里心里就只有生意啊，
方才你们在船上，你我就看着这果子没熟，还好我没吃。3死。贺卫方，圣人都没叫我试过毒，你郎君，商户们感念您的恩德，又给您送来了一批茶饼。郎君今日下至，在码头新开的集市逛了逛，然后便回了韬光院。晚饭吃了2张糊饼，1碗汤，饭后还吃了樱桃。樱桃，他从来不爱吃这果子的呀。可是小四说了，郎君不仅吃了，还吃了许多。许是今年的樱桃又大又甜，郎君想尝个鲜呢。此事我了解，他性格执拗，心中好恶极难更改，怎会突然换了口味？待子书睡了，暗中将今日跟着他的人一一叫过来，我要查问。是。县主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，行头究竟有何打算？县主，华满柱向来本分经营，从无错处。如今何店主与淑妃交好，又是花鸟使的爱妾，小的无能，实在不知如何处置。是无能，还是不愿意处置？小的不敢。县主，听闻行头爱女被何为芳挑唆离家，更是在他店中抛头露面给人诊病。何为芳如此对待吕家，行头都能忍，怕是真的无能。行头之位，岂能无能之辈担当啊？待此花凋谢之时，若花满柱还在，那吕家也不必存在了。施主，县主容禀。何人放肆？县主的马车都敢冲撞！曹某乃花行中人，愿为县主分忧。好好去安排吧，行事谨慎一些，不当讲的莫要多嘴。曹明明白。办好此事，这行会便可变天了。女儿啊，你太委屈了。诸位，诸位，吴家小娘子吃了青书斋的云鬓丹之后暴毙而亡，无良商家制药贩家害人性命，今日必得还苦主一个公道。云鬓丹寿书百合，从未出过事。我号过武士的脉，他的体质与云鬓丹相合，绝对不会出问题，定是有旁的原因。一介女流哪里懂什么义理啊？你不过就是被那何为芳哄骗着来做生意，莫要一错再错了。真正害人的败类是何为芳，快出来！何为芳，害人的败类，害人的败类就是那何为芳。店主的门有绝无问题，我有证据。各位，
我这药材售卖，是涉百姓康健，定要谨慎为之。因此，这青书斋每出一批药物，定会取样存在贵方之中。对，这是武士购药内日，贵方所存的样品，贵方凭帖上记载着存取货物的日期，而这锦盒上印有封条，可证我从未动过此盒。我会将此盒原封不动地交予官府查验，以此证明我们店中丸药绝无问题。武士之死与青书斋无关。他敢让官府验药，应当是问心无愧啊！何店主，只证丸药无碍有何意？若是医术不佳，断错病症，便是好药，也照样可治人死啊。仵作文书在此，可证武士长度致虚，受创极深，因饮食而死。可武士的吃食与往日无异，唯有近期采买过云饼丹，这药就是元凶。诸位，是信奸商的狡辩，还是信这白纸黑字？实在你二命！不要！这就是云饼丹，害人的药，杀人性命的药，留不得。别打！这青书斋也不能信。带走！干什么？这是跟青书斋无关，错人了，这还有什么快的？不哭，小春，没事的，不用担心我。今日是我连累了你，对不起。你若是没助我开青书斋，曹玉英也寻不到这个药头。只是不知道他背后之人究竟是谁，竟然还买通了心灵。早晚都会知晓的。当下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自证清白。若是我能近身查看武家娘子，定能知道她因何而死。可惜眼下又被困在这儿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也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听闻此事，会不会担心？都说人在落难之际，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最在乎的人。之前还生你父亲的气，可如今还不是最记挂着他了。不哭了，等我们梳洗以后啊，就回家同他好好讲一讲。不哭了。万炷香，说完便走。谢谢官人。父亲，快去。春儿，父亲，这怎么都伤成这样？都是牡丹护着我，不然只会……你要是当初听我的，待在家里好好嫁人，何至于受这种苦？何店主在危难之际仍护住小女，吕某万分感激。只是你们女子经商，终究还是闯下了祸事。难道父亲也觉得是女儿医术不精将人害死了吗？这不重要，把你们救出去才是最要紧的。这重要，这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。今日的祸事不是我行医导致的，
是有人蓄意陷害。那药方我研究数月，数百人服用，无一人有任何不适。那些素未谋面的病人都愿意相信我的医术，为何在您眼里一文不值？您为什么不愿意信我呢？您可是我父亲啊！小春，好痛。此时真的不怨小春，是因为我而起，是我连累了他，我定会想办法来证明小春的清白的。如今此案的关键是药方有无问题。你都已经这样，你怎么去证明他的清白？我跟你说过，不要把他往火坑里推。女子行医就是会是非不断。既然您认定是我行医惹下祸事，犹如吕家门楣，日后全当没我这个女儿。好多请回吧。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这么倔，你非要死在牢里吗？行头，难道您真的忍心让小春背着杀人的罪名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出去吗？你冷静的想一想，若真的是我们害死了武士，县令为何不敢公开审讯？为何宁愿对抗律法，也要对我们动用私刑，逼我们认罪画押呢？只有将这些全部调查清楚了，才能真的还小春一个清白啊！果然有夜反光泽，贾长阳没骗我。落难之际，第一个想到的人竟是你吗？小春的父亲进来一趟，要上下打点一番，你就这么轻易的进来了？不愧是花鸟使啊！案件尚未查清，他们竟敢对你动刑，谁下的令？偌大的长安能够只手遮天，以此大罪诬陷于我，又敢不顾你的颜面，对我严刑逼供的人还能有谁呢？自然只有那一位了。干嘛去啊？带花鸟使的小夫人离开这儿。不可！我现在跟你走了，岂不是真的成了倚仗官威、草菅人命的奸商了？县令背后有人施压，定不会秉公处置。我必须要将此案调查清楚，找到不容易辩驳的铁证上堂公审。我要让曹玉莹县令看着，让全城百姓跟那背后之人看着。我跟小春要清清白白、堂堂正正的走出这牢房。好。不过爱妾出事，做夫君的若什么都不做，岂不可以？你定心有陈算，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提。多谢将军仗义。眼下虽然我走不出这牢房，可是我已经盘算好了查证的各项事宜。将军替我传话便好。
如何？蒋少卿，武氏此前生产过，致其死亡的并非是肠肚之虚，而是在应当温补调养的月内之际，大量食用寒毒之物，以致落红淋漓不止，气血亏空而亡。我担心县衙的仵作被收买，换了人查验，但也未查出此症，这是为何？仵作大多都是男子，寻常病症自然通晓。很多女子生病羞于就医，他们所看过的女病人没有我们女医多，对女尸隐疾特征有所疏漏也是常事。难怪牡丹让我给淑妃递话，点名要找女医。云鬓丹药性温凉，于人无碍，武氏定是服用他物而亡。我知道了，有劳医师，烦请回宫后替我带些淑妃。郎君，大夫已经按照小夫人的安排，把人证和物证都收集齐了。唐大娘在花行的花匠口中得知，武氏是曹玉莹的别宅妇，平日一直就藏在丁子下。那曹玉莹不懂医理，5日前便在医馆找了一位医师，称她的妾室刚刚生产，问有何忌口。转头他便找了一家药铺，专买了一些产妇忌口的寒凉之物。丁子乡有人看到曹玉莹拿着螃蟹、牛黄去了武氏家，第2日便传出了他的死讯。大夫已经拿到了各方供词、药房的采买凭证，还在武家刨除找到了食物残渣。明日上堂，小夫人定能洗刷冤屈，郎君尽管放心。要确保此后无虞，有个人，我还得去会上一会。花鸟使今日怎么有空光临我宁王府？这几日我爱妾被人构陷，遭牢狱之灾，我气不过，去县衙大闹了一番，却意外找到府上失物，特来送还。原来花鸟使是来问罪的。何为方害我坠马，我没杀他，已是仁慈。县主遭遇着实叫人恻隐，但覆水难收。如今县主已如愿嫁给心上人，大王亦为你讨回公道，让子叔兄着身了转运副使。如今他如日方升，大王亦多了可用之人，可谓是人人遂意，皆如所期。又为何揪着我爱妾不放呢？父王为我讨回的那点公道，怎可弥补我锥心泣血之痛？能不能弥补，我不敢说。可当时大王既答应了我，便落子无悔。若县主执意回弃，我也不介意做个无赖，去圣人面前闹上一闹，这官职给的，便也收着。你到底要如何？县主坠马受苦，我爱妾在狱中亦伤得不轻。依我看，此事就算扯平，彻底结过。往后我与大王仍亲如一家。不过县主与子叔与我夫妻2人便少些来往了，免得触目伤怀。毕竟如今对县主而言，夫妻和睦才是最重要的。县主觉得呢？就依花鸟使所言，失物复还，来之不易。
稍有不慎便会再次失去，还望县主珍惜。县主，当真就这么放过何微芳吗？蒋朝阳如此的爱重何氏，可是亦是对此书无心。想来，此书也是无甚机会。罢了。是。那曹玉莹，县主放心，她上有一家老小，无论被判何罪，都会自己扛下，绝不敢多嘴。奴婢会把一切处理干净，郎君什么都不会知道。曹玉莹毒杀民女，构陷他人，证据确凿，按律当斩，秋后行刑。请书斋店主2人已查证无罪，即刻释放。小春，牡丹，怎么伤成这样？没事的，这不好好出来了吗？不许哭啊！这是郎君亲自找傅医师要的伤药，嘱咐2位尽快敷上。我断了补气的汤，姐姐和小春要好好休养。谢谢六郎，我们一会儿就喝。去吧。春儿，父亲，为父错怪你了。在你受难之时，我就不如外人信你。为父给你道歉。通过此事，我也知晓你的医术的确精湛，何店主也是真心待你。你真的长大了，看人的眼光比为父好。是我做的不好，明明不喜欢女工，还装作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，从没让您了解过真实的我。今日洗刷冤屈，理当庆贺。不说这些了，为父也不知送你什么好，只记得你说过喜欢此物。往后，你想行医就去行医吧，平安就好。父亲，这风，这风。这出狱的是小夫人，又不是郎君，您着急沐浴更衣做什么？都说经牢狱之灾，得沐浴焚香以除邪祟。牡丹房中苍竹珠香一点，定是芬芳缭绕。我去见他，自然得洁净自身，方才吉利。蒋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这花不会是从牡丹院子里摘的吧？蒋郎放心，这些都是我出钱买的。如今我哪敢招惹姐姐半分啊？那就好。凡事啊，讲究先来后到。这汤匙你先用，我先走了。连州整个人都是蒋郎的，还分什么你我？自我嫁进来，蒋郎从不来我房中过夜。咱俩都多久没见面了？今日上天眷顾，让我遇着蒋郎，就让连州好好的服侍您吧。连州，我同你说句实话吧，自从有了牡丹，我对旁的女子实在提不起兴致来。我知道这段时日啊，委屈了你。一会儿你去开库房的门，里面喜欢什么呀？你随便挑，好吗？果然是大王义女，真是善解人意。走了。你怎么端了个火盆上来？你不怕火了？是川渝端过来的，说是能驱邪避秽，还能烘干头发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全身上下就嘴最硬。这样可有舒服些？嗯。平日啊，你是管着几家店的核店主，是担当一切的姐姐，也就只有在自己家中，在唧唧夜里，才能有片刻松散。行了行了，我们本是演戏，可如今怎么演得这般真切了？若是让天上的月老看到，会错了意，把你日后的姻缘红线全剪了，你可不要怪我。我本就无心情爱，用不着月老。若他当真给我乱缠了谁，我定亲手将那红线剪断。别瞪了，缠成死结了。剪了吧。乖，啊，牡丹，张嘴，
牡丹，长得再像，终究不是何威风养的。郎君做了这么多，人心肉长怎能不动摇？可他已是花鸟使的人了，郎君何苦这般折磨自己？花鸟使，说的没错呀，花鸟使。只有扳倒了蒋承阳，当何威风无枝可依时，他才敢相信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能帮他实现夙愿。就是不是这个意思。县主对郎君情深意重，郎君不……郎君，出事了。码头出现生面孔，出现过3次，属下已经派人去跟了，暂时没发现他的落脚处。那就盯紧他，查出他背后之人，别让他误了咱们的事儿。是。小夫人，您胳膊上的伤还没好，要不我来？不用，千万不用，我可以的，忙你的啊。这招财抱着花是去哪儿了？回小夫人，是送去连州夫人房里的。这连州现在对花草感兴趣了。牡丹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连州妹妹送驱虫药的。见过小夫人。可不能这样移栽呀！来，牡丹盛放的时候啊，不可移栽。招财之前没有养过花吧？若像你这样强行把它挖出来，就算这花能撑过今年春日，明年也开不出花了。姐姐今日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看着你养了凝烟子，便想着此花娇气，易招小虫，给你带了一瓶驱虫的药水来。多谢。妹妹既然寄情于花草，何必劳动府中小厮呢？招财又不懂养花，为何不来找我？我本想养着玩儿，可不知其中有这么多门道。日后我还是作画弹琴吧，就不劳烦姐姐了。两位夫人叙话，招财先行退下了。去吧。困守内宅，恐怕只会误了自己的年华。我之前同你讲的，你可想明白了？要不要走出去，试试不一样的日子？你口中的日子，不是谁都能有幸过上的。我方才见着桌上的包裹，妹妹这是要出门啊？我想去开元寺小住2日，诵经祈福。开元寺禅修清苦，怎么突然要去那里？我想和神仙去求一求我与蒋郎的缘分。姐姐大度，不会不让我去吧？自然不会。那点花土，一看就是采薇高声提醒后即刻产的。连州在和招财说什么，还要亲信守在门口。招财是蒋府的小厮，连州这么轻易就能收买吗？招财！
郎君饶命！你平日里也不是折磨下人的主子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你是跟这小厮有仇吗？你猜？蒋长阳在府中做戏，不单是想将纨绔的恶名传出去，只怕他身边一直都有旁人的眼睛。蒋长阳这几日不在长安，若招才真的是宁王的人，这连州突然离府，不会是要做什么对蒋长阳不利的事吧？我要去开元寺给母亲上香祈福，正好一起了。我跟牡丹是姐妹，我陪她一起。夫人，合适的厢房已经熄灯了。频频私用皇家玉品，乃杀头重罪。夫人一定要买吗？夫人的绣工可真好。这华莲霓裳裙虽然旧了，却不减其美，上面的莲花像真的一般。当年我父亲开的绣庄，可是江南最大的一家，经我手绣出的衣裙不计其数，可如今能找到的、买到的，便只有这一件了。我从小便有一个心愿，有朝一日能穿上这样美的衣裙，哪怕是在黑暗无光的夜里，我只穿给自己看。可父母告诫我，商人不配做贵人服侍，直到父亲被贪官迫害，一夕间家破人亡，我都从未穿过如此华丽的衣裙。夫人能走到今日，当真不易。商人卑贱，无论生意做得多大，当官的一句话必会让一切灰飞烟灭。只有攀附皇亲贵胄，才能以富贵沃重，珠翠罗衣，永保平安。原来连州也是商户出身啊！你和他都经历了不少的磨难，却活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样子。我们被家人呵护长大，可是他呢，家破人亡，
一路以来的艰辛和苦楚，未必是我们可以懂的。想必连州在年少绝望时，并没有人给他选择的机会，让他可以用绣功为自己谋一条生路。贵人给了他一座锦绣牢笼，让他丰衣足食，高枕无忧。他自然以为，只有攀龙附凤，才能拥有安稳的人生。这么看来，可恨之人确实都有可怜之处。这贵人穿旧了不用的衣裳，寻常百姓买了也是罪过。想必这些年，连州谨小慎微的算计度日也是怕了。就如同圣意，想要重新开始，又谈何容易？等他住的久一些，和我们越来越熟了，说不定慢慢就改变了。希望如此吧。今日之事，我们全当没有看到，不能让第三个人知晓。明白。将军，随之，不必多礼。这一礼是圣人让我代他所行，敬大将军忠心持胆，谢您这些年镇守河东。于某惶恐，请圣人放心，范阳节度使与宁王再交好，想过黄河，也要问问我们河东军允与不允。有将军在，圣人自然放心。这些年，圣人可好？只要山河无恙，圣人便一切皆安。将军请起。待时机成熟，圣人会传信河东，到时候请大将军携旨而来，助圣人定100年基业。计划如何，请随之详说。前日那事，何事没有起疑吧？已经应付了过去，他没再问起。户部尚书病逝，位子空悬，正需要你吹吹枕边风，让花鸟使诸大王的人得此官位。蒋承阳爱重何氏，不肯给我机会，这风如何吹？若何氏死了，你何愁没有机会？怎么，姐姐叫的久了，还真当他是一家人了？宁王府不养废物，更不允许任何人背叛。连州能有今日，都靠大王庇护提拔，绝不敢忘恩。蒋承阳在乎何事？他若暴毙，必会彻查。若查到你，你可能自保；若查到我身上，又该如何同大王交代？只要何为方失了仇，便不会再碍我们的事儿。你若真的过他，又怎会有今日之困？之前我不明白，蒋承阳到底喜欢他什么。如今我看清了，何氏口齿伶俐，一张嘴便能哄得郎君欢心，而这张嘴用在经商上，亦能为郎君赚得金玉满堂。你是想毒哑他，绝了他的立身之本？待蒋郎恢复指挥得知，何氏自己染了病失了声，郎君伤心之时，妾自然要去安慰。连州定不负大王厚望。
牡丹劝我的话，我都听进去了。我想同你去做生意。当真是这样想的？开元寺之行，我求了签，签文说我与蒋郎无缘。如今我也死心了，日后还请牡丹庇护，让我多些钱帛傍身，不至于老了孤苦无依。妹妹，快起来！若你真的能够放下过往，那日后不必再担惊受怕，日子也会越过越好。如今你来了方圆，众人与我便是你的家人了。这对花盏是我送牡丹的拜师礼，还请牡丹不吝赐教。好，正好今日啊，我要试试新酒。连州颇有见识，一同尝尝吧。好啊，美酒配好盏，何不拿这个一试？这牡丹盏真是精美。来，连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请牡丹教我经商。来，这盏上的花真好看，咱们方圆什么时候才买的？这是我送牡丹的，大福也用它来试试新酒吧。来来来，今日啊，大家都尝尝，这是锦娘娘的新酒，看看味道如何。来，连州，味道不错。如何？都下去吧。是。夫人，方圆开了门，灯火大亮，吕跟春已经赶过去了，想必何事已经毒发。夫人放心吧。牡丹姐姐，这昨日还好好的，今日怎么？昨夜姐姐突然喉咙刺痛，气喘艰难，自时起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小春医师，牡丹到底得了什么病？我刺了针，试了药，全都无济于事，查不出是何疾症。待蒋郎回来，定会请副圣手来为牡丹诊治，一定会好的。这喉痛可要多喝些清热的。牡丹，方才紧张牡丹一时失了手，快将这些都丢了去，莫让牡丹看了心烦。是。
该回的都回了，你去吧。平淡，平淡。小狼，姐姐病了，如今人在方圆，小狼可要去看看。哦，是吗？连州妹妹，姐姐回府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，身子如何了？若有不适，我要强撑了。身子，我身子一直很好啊，从来没有病过。妹妹这么匆匆赶来，是想与我喝盏茶吗？你是不是想问，我为何会安然无恙地站在你面前，而这碎了的牡丹盏，又为何可以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里呢？连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请牡丹教我经山。自从撞见你跟招财密谋，我从来没有放下过疑心，一直派人跟着你，没想到竟被我查出了你们制作阴毒，想置我于死地。斩逼内荼毒，很精细的手段，可惜在此之前，我早已买下了一对一模一样的牡丹盏。你砸碎的那个是无毒的，而真正有毒的是我手中的这只。我从未做过这些。小狼是何时哄着我说要教我经商，我这才买了对花盏送他，想与他亲近。这花盏不是什么稀罕物，有钱都能在此坊买到，那如何能做得了正？还有那招财，我不过是让他帮我搬过几次花，什么下毒的我没有。是吗？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张方氏还有招财的供词，他们早已在衙门认罪画押了。药到病除，主家很满意。这是剩下的钱帛，日后。哎，老实点！别动！这毒这气，皆是从方氏家搜出来的。以前张大师只是坑蒙拐骗，怎么如今连制毒害人性命的活都敢接了？店主饶命，县令饶命，小的知罪了，我知罪了，知罪了。还有你，来蒋府这么多年，竟然无人发现你会功夫，藏得这么深，怎么是想暗中杀害郎君吗？毒杀良妾未果，或许罪不至死，但敢问县令，若是以奴杀主，戕害官员，该如何判呢？奴婢谋杀主者，斩。小人虽会武艺，
但绝无害主之心。是连州派小人来的，连州他想害死您，小的也不愿做这伤天害理之事，都是连州逼我的。夫人饶命！县令，这连州是大王送给蒋军的，若是交给您处置，怕您也是为难。此事涉及蒋府内宅，等郎君回来以后，我自会说与他知，就不劳烦县令您了。多谢牡丹夫人不计前嫌，体恤下官。夫人如此深明大义，花鸟使真是好福气啊！过奖了。至于这2个人，手段阴险，证据确凿，还望县令一律处置。连州，我待你这般好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你实在是让我太寒心了。夫君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今日你能因为我宠爱旁人便对牡丹下毒，来日若怨上了我，又当如何？夫君万万不可！连州是大王送来的，看在大王的面子上，你也不可伤他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我查验了招财所买的阴毒，药量之大，足以取人性命。但是斩壁内的毒量是精心算过的，只会致哑，不会取人性命。所以，你没有想害死我。夫君，说到底这些都是后宅之事，我有几句话想同连州说。还请你让我自行处置。好，便依你。起来吧。你入了府以后，没有得到过夫君一分怜惜，你觉得自己白白误了年华，所以你恨我。我不怪你，我不怪你，是因为你良心未泯。但你终究是做错了事情，所以我无法继续容你在蒋府了。我明白，无论你如何处置，我都没有怨言。我之前同你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从未想与你争，更不想与你相残。我之前说的，自在的日子，或许你以前没得选，但是今日，我想给你一个选择。牡丹何意？要么明日，你被郎君退回宁王府，也许你还会被送给哪个王亲贵族。虽说是衣食无忧，但是8成还是会被卷进无尽的内宅争斗当中，无法心安。要么连州死在今日，从此以后，你更名换姓，远走高飞。我会助你去一处山清水秀之地，到那里，你可以凭借自己的手艺谋生，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庸。或许到了那里，你会遇到一个真心待你的郎君，安稳、畅快地度过余生。男女之情，强求不得，我也不想耽误了你。牡丹既让你选择，
你但选无妨。牡丹的恩德，我永志不忘。可大王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能为大王笼络住蒋郎的心，是我无能。我不怨任何人。爱卿蒋郎，将我送回王府吧。自家小厮牡丹已送官处置。这连州啊，乃大王义女，我不好擅自做主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将她送还大王。